庄子善信天理写道：“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，深根凝疾而待，此存身之道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在时运不济的时候，应向下扎根，藏好自己，以待时运的到来，这才是保全自身的方法。在庄子看来，人立身处世，安身立命，必须懂得一个“藏”字。他曾不止一次劝诫世人，应当光华内敛，低调藏锋，否则木秀于林，风必摧；行高于人，众必废。凡事太过外露，必然招致灾祸。唯有藏好自己，隐而不显，方可行稳致远。庄子《知北游》中讲过一个故事：从前有一个叫智先生的人，想搞清楚什么是道，于是他一路向北，逢人便请教。途中他遇到一个叫吴为魏的人，便向其请教：“先生，如何才能知道安道得道呢？”可吴为魏却始终一言不发，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。智先生感觉自己受到了戏耍，拂袖而去。走了不久，他遇到一个叫狂曲的人，于是他又提出了那3个问题。狂曲说：“这个不难，我且给你细细道来。”可当智先生准备洗耳恭听时，对方却憋红了脸，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。智先生大失所望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后来他见到了皇帝，张口就抱怨吴为魏和狂曲是2个骗子。皇帝却说：“彼无为，未真是也；狂曲似之，我于主终不敬也。”在皇帝看来，吴为魏是真懂道，狂曲只是装懂道。谈论道者不谈论道，谈论道者不懂道。而我们这些在背后高谈阔论的人，差的就更远了。庄子借皇帝之口告诉世人一个道理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很多时候不说比能说会说要高明得多。就像古人所说的：“万言万当，注如一目。”说得越多，越容易凸显出一个人的浅薄。真正高境界的人都喜欢沉默，所以与其毫无分寸地直言不讳，事无巨细地表达自己，不如保持沉默，学会闭口不言，才是一个人开智的开始。周易中说：“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”在局势不明朗或实力不足的情况下，欲成大事的人必然会经历一段长时间的蛰伏。这个过程既是藏器，也是叙事。庄子《逍遥游》的开篇就讲到一只大鹏鸟，它想飞上9万里的高空，可平时的风太小，根本不足以支撑它飞往那么高的地方。为此，它只能在低调中保存实力，在蛰伏中修炼自己。期间还总有一些寒蝉和小灰雀嘲笑它不知天高地厚，大鹏鸟却充耳不闻。直到6月刮起大风时，它才张开双翼，乘风翱翔，直至9天之上。天地之气有升降，君子之道有行藏。在时机不成熟时，唯有谦虚力量，你才能抵达你想去的地方。昔日楚庄王少年登基，朝政混乱，他力量太弱，根本无法改变什么。为了稳住朝局，他3年不发政令，不理朝政，在暗中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。几年之后，他在一帮贤才的辅佐下，清除奸佞，革新吏治。很快，楚国上下为之一心，国力蒸蒸日上。而他也在不久后问鼎中原，成为春秋5霸之一。楚庄王曾以鸟比喻自己：3年不飞，飞将冲天；3年不鸣，鸣将惊人。在这复杂的世间，只有一个能藏住本事的人，才能躲过所有暗害，等来自己的时机。菜根谭也说：“君子之才华，欲蕴诸藏，不可使人易之。恃才彰显，只会为你引来非议和攻击。锋芒毕露，
甚至还可能为你招来杀身之祸。只有藏起余身，韬光养晦，你才能保全自己，而后暗处发力，谋得长远的发展。庄子里有个故事叫呆若木鸡，讲的是周宣王酷爱斗鸡，便请斗鸡高手季绳子来给自己训练斗鸡。训了10来天，周宣王去询问训练成果，季绳子说：“现在不行，他们还太骄傲了，出去必打败仗。”又过了10天，周宣王又去询问，季绳子说：“还是不行，听见响声就叫，看见影子就跳，太过浮躁了。”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周宣王又去询问，季绳子说：“差不多了。其矣，鸡虽有鸣者，已无变矣。望之似木鸡矣，其得犬矣。一鸡无感应者，反走矣。”意思是这只鸡虽不会鸣叫，看上去像木鸡一样，但这样的鸡才厉害，别的鸡根本不敢迎战。其实不论是斗鸡也好，人也罢，一开始就锋芒毕露，结局一定会很悲惨。知收敛、懂藏锋，才能于不动声色中逆风翻盘，占得上风。三国时期，魏明帝驾崩，司马懿和曹爽一同辅政。当时，魏国的兵权由曹爽一人把持。司马懿自知敌不过，为了暂时保存实力，他谎称生病回家休养。期间，曹爽还经常派人来探他虚实，他也是积极配合着装糊涂。渐渐的，曹爽放松了警惕。见时机成熟，司马懿果断发动兵变，诛杀了曹爽以及党羽，独揽朝中大权。曾国藩曾说：“好胜人者，必无胜人之处；能胜人，自不居胜。”愚蠢的人没有多少实力，却总是恃人以强，结果遭人忌惮，被人打压。而真正有雄才大略的人，即使胸有积累，也依然面如平湖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于示弱中击垮他人的防备，一举定乾坤。庄子《渔父》里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个人在路上行走，无意间看见自己的影子和足迹，以为是鬼怪，非常害怕。他吓得飞快跑起来，不料跑得越快，足迹就越多，影子追得越紧，于是他更加拼命狂奔，最后精疲力尽而死。杀死这个人的并非所谓的鬼怪，而是他的念头。正如《新唐书》里所说：“有心者有所累。”庄子早在几千年前就看穿了，这世上最消耗人的东西，其实就是人的心念。他在《达生篇》里也说过类似的故事。有一次，齐桓公乘坐马车去山林打猎，在半途中，他突然感觉眼前一花，好像有什么东西闪过，他以为遇见了鬼，心中慌乱不已，连忙让车停下来，然后询问身旁的管仲：“主父，你刚刚有看到奇怪的东西吗？”管仲摇了摇头：“我什么都没看见。”听了这话，齐桓公更加深信自己遇见了邪祟，不然为何他人见不到，自己却看见了呢？回到宫中后，他越想越不安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，很快他就病倒了，还整日失魂抑郁，如同草丛里受惊的走兔一般。庄子说：“为外行者，惊与目也；为内行者，动与过也。”凡事思得太多，虑得太过，就如同给自己的精神上刑，必然会伤及自身。唯有藏起多余的念头，摆脱过重的心绪，我们才能逃离精神苦役，让内心回归平衡。林清玄也说：“常想一二，不思八九。”人生诸多烦恼，你将它藏在意识深处，不去看，不去想，尽量把思绪转移到身边一些美好的人和事，时间久了，你自然就会将他们遗忘。
箴言集里有言：深藏不露是一种卓越的才能。见识过的人越多，我们就越会发现，聪明外露者德薄，辞华太盛者肤浅。唯有谦虚低调者，才能谋得高远，想得长久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请藏好自己的地，也藏好自己的心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。灯火国学为您点亮国学的灯火。